会唱情歌，我在旁边坐着看着。我不是吃软饭的小白脸。浪漫对于生活只可以锦上添花，只有真情实意才能雪中送炭。好歹我也是大学毕业生，我去给人端盘子去，让人指指点点。我真的不认为机会主义者一定十恶不赦。你就想着挣大钱发财，你以为你能当上明星吗？人生的这一辈子，你不会苦一辈子，但你一定会苦一阵子。现在是真不想让他回齐哈尔，我想让他留下来。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拿出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，这叫爱我吗？因为我跟我姐姐在北京开了家美容院，现在生意呢也是越来越好了。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我相信将来我也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生活。现在他根本就不理我，我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发短信他也不回。我跑他家楼道里去敲他门，敲了好长时间他也不开。可是我现在想清楚了，要么他就跟我走，要么我就自己走，我们两个分手。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能不能不要逼我去齐哈尔？好，通过短片了解了我们的主诉人小峰的心情和他的压力。如果大家觉得压力够大，请在选择器上按赞成键。压力出影像。哇，都窜红了啊！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如果通过我们今天节目4位嘉宾，包括我们所有观众的共同努力，他们俩的矛盾纠结完全解除的话，他们将会获得由栏目组给他们提供的3亚5日减压之旅。压力真这么大吗？今天让我们的倾诉人小峰，他的压力从何而来？我们欢迎小峰和珊珊。小峰不想回齐齐哈尔，还是想回齐齐哈尔？不想跟他去齐哈尔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在北京有自己的交际圈，有自己的朋友圈，而且我现在就是投资了一家美容院，现在事业也是蒸蒸日上，我在北京已经打拼5、6年时间了，你现在让我离开根本就不现实，我就恳求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我想想。我父母他们已经在那边给我安排好工作了，而且特别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过去。你怎么就不能跟我一起走呀？那是因为你妈妈知道我家有2个儿子以后，你妈妈想让我嫁给你，想让我入赘。我是个男人，那怎么了？那只是让你过到那边更好的生活而已呀。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生活的呀，父母都安排好了，又不用你出什么力，能怎么样呀？你现在根本就不明白，问题根本就不是我跟你去不去齐哈尔的问题，而是你之前总是莫名其妙给我发脾气。我哪有？我什么时候发脾气了？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你去我家，我用心去做很多菜，油焖大虾、红烧肉，做完了之后烫伤了不说，完了不理不睬的，我不喜欢吃，什么也不管，你做的那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吃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喜欢吃就算了，对吧？你为什么当着我弟的面又摔盘子又摔碗的？那你做的那些东西你不想吃啊？你就是狡辩，真的。他喜欢吃什么，咱们就学着做啊，满足一下女朋友的口味。这可以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吃珍珠，吃金子，哪有这样说话啊？还有，我送她礼物，送她一个粉色的裙子，粉色裙子多漂亮啊！别提了，那粉色我就不喜欢，我就不愿意穿粉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口是心非，你怎么不喜欢？你包包，你所有的衣服，你从里到外，你全都喜欢粉色，你怎么就不喜欢了呢？你做的这些东西，你做的菜，还有你送我的礼物，都曾经给一个人送过吧？什么意思？我给谁送过？你送过的是你前女友。你所有的东西你都送过给他，而且你做的那几道菜，而且重复的给我做，都是给他做过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关键是我就会那4道菜，我也想给你换点别的，我不会呀。那我就不喜欢吃啊。那我都挺你给他送的羽绒服还是粉色的，我又不喜欢穿粉色的。我喜欢粉色的，你给我送的裙子是不是也是粉色的呀？干嘛都送粉色的呀？不是，你怎么就给粉色过意不去了呢？那多少人穿单粉色的呢？哦，错了。
你说你送的那些东西就不说了，你说你给我写2首歌，我问你给没给别人唱过呀？是同一首歌吗？2首，不是1首。哎呦，而且一模一样的，都是给他唱过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前女友我认识啊。是认识很熟还是？非常的熟。非常的熟。因为她是我闺蜜。嚯！你撬了你闺蜜的男朋友？不是。前女友、闺蜜，珊珊口中提到的这同一个人，如今就是她和男友之间无法绕开的一个坎儿。粉色裙子、香水、饭菜，这些曾经属于闺蜜的一切，她太熟悉，如今却又复制粘贴到自己身上，怎能不敏感？既然如此，当初她又为何接纳这个闺蜜的男人呢？面对嘉宾夺爱之嫌的疑问，她矢口否认的背后，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前女友，就是她闺蜜，有一次是我们朋友介绍，完聚会上认识的。那天因为我前女友跟珊珊，他俩一起来的。她以什么身份来的？她跟我前女友就是好姐妹、好朋友过来。你当时第一次见面是喜欢谁？对她一见钟情，喜欢她。但是你为什么会接受前女友呢？之前因为我哥们给我介绍之后，就是给我微信号，当时我还不认识她，没见过她，我俩就是聊得特别好也。但人这东西你不能看照片，他 P 的太狠了，一见人之后。但是你见了之后，你喜欢她呀？女孩都有自尊心，我感觉因为也聊了将近有1个多月时间，就天天聊啊打电话，但一直没见面。完了，因为我哥们跟她感情也挺好的，我哥们感觉说你这么大了，你看我给你好不容易找好女孩是吧？你好好跟人处着，又说这女孩多么优点，有多么好，怎么之类的，我就感觉你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为难之处就是你的哥们盛情难却。对，我就感觉聊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突然又喜欢别人了，这不显得我太不像男人了，对人不负责任吗？从认识到分手，这个有多长时间呢？8个多月。啥事儿分开了呢？有一天我们去唱歌去，我前女友喝多了，就整个人跟变态疯了，出来之后就抓狂就开始，当着很多人面完就自己挠脸呀，又挠头发的。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？完就把我摁到墙上就开始狂吻我。我说你干什么呀你？他跟我说，他说。啊，这个老男人，就现在把我甩了，伤心。后来我才清楚，这个老男人他也结婚了，现在把他甩了，所以他当时特别伤心。我虽然当时见面是一见钟情喜欢的珊珊，但人都是感情动物，我感觉我遇到这个女孩，我感觉我应该也去好好珍惜对人家，对吧？也处一段时间了，但没想到最后出了这个事儿。后来我感觉这个女孩真的不值得我去珍惜，真的。珊珊，你跟那是闺蜜，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？我劝过我闺蜜，我告诉她，我说小峰这人挺好的，你就跟他在一起吧。她没有听我的。但你也没有去告诉她。没有。你那个时候喜欢她吗？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，但是只限于朋友之间，因为她跟我闺蜜毕竟那时候是恋人嘛。你喜欢她喜欢到什么时候难以自拔？我闺蜜劈腿以后。如果你的闺蜜不劈腿，你跟她不会在一起？不会。一定不会。一定不会。你和珊珊怎么走到一起？因为当时分开之后吧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她就对我挺有好感的嘛。完后来就经常约她出来吃饭呀，时间长了就发现两个人挺合拍的，各方面都挺合得来的。对。当你们俩在一起过后，你的前女友也就是你的闺蜜知道你们俩在一起了吗？知道。是什么样的方式？谁告诉她的？是在2个月前吧。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约我吃饭，然后说小峰曾经找过他，问他现在在哪儿，他说他回老家了，然后说他回到老家以后还回不回来了，他说他不回来了。小峰当时就没有听他解释什么，就大骂他说那个你这个坏女人啊，你等着瞧吧你别回到北京，你回到北京我看见你我就不让你好过，我就要报复你。我闺蜜就对我说要小心点小峰，记住要不可以的话你就还是回老家听你父母的话吧。然后跟小峰分开。想过这些，我就发现小峰一直以来他都是在敷衍着我，
没有实际行动过，因为我劝他跟我回那个老家已经有都半年多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给我确切的答案。而且我怀疑小峰他有自虐的现象。闺蜜的主动退出，在珊珊看来并不意外，反倒是男友小峰让她一头雾水。闺蜜昔日小峰的前女友，为何要奉劝自己早做打算？为什么声称爱着她的这个男人，还要对前女友咬牙泄恨？眼前这个男人究竟爱她吗？如果爱她，那么接下来男友关于自虐的解释又将说明什么呢？大家看他的手，别瞎说，谁有自虐？我傻呀，没事。你自己说呀，你倒是说呀，你那手上那个烟花是怎么弄的呀？你是为谁烫的呀？你是为谁烫的？总之不是为你，也不是为谁啊？那就是为前女友呗，那就为她呗。跟你闺蜜也没什么关系。那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是在 N 多年前，我也是有一段感情，但是那会儿年少轻狂，我就感情用事，把握不好。年轻时候脾气都倔嘛，对吧？就是我当时受不了了，我就啪啪啪就自己刺了3个。但是自打这么多年以来，经历事情多了，社会阅历也强了，自己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不如自己对自己好。所以说呢，从此以后我也不会再伤害自己，这些请你放心，我也会好好珍惜你。另外刚才你说的，你说那些话谁信呢？我自己相信，我相信我也会让你相信的。怎么会现在对他的信任都没了呢？他开美容院的同时，就跟做脸的美容顾客成为朋友了。这个业务需要吗？更可笑的是呢，他跟他作为朋友一起出去玩，还带着我就算了，不带你就不正常了。而且他俩对唱情歌，我在旁边坐着看着。然后呢，跟人家搂肩搭背的，问他有没有什么男朋友啊，最近状况如何呀？哎呦，我都感觉你是不是想要把人的祖宗18代都翻出来呀？不是跟他有关系吗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？应该理解。刚刚主任都说了对吧？那是我本来就工作，现在这个社会对吧？我不跟人交际，人家凭什么来你这消费呀？为什么给你带客源对吧？那你是我说白了，我这些为了什么呀？咱们生意好了对吧？我才让你生活的更好，我就不用去切哈了，我能让你父母瞧得起我，明白吧？你都工作这么久了，喝多了，要是好的话，不就早留下了？就他长那样，我能对他有感觉吗？你太小看我了！过国家大会唱首歌怎么了？你说别人跟你说唱首歌，大家好朋友是吧？哎呀，你会唱什么情歌吗？干嘛呢？玩命？会唱我在旁边，你当着我面，那你怎么不跟我唱歌啊？你怎么不理我？我给你唱两首歌吗？给你写的，我给你唱了吗？不？你给我钉垛子，你就翻版吗？就给谁唱？给我你就唱。那没有，你看大家这些人都没唱过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我一直都是对你是用心来着。你要对我用心，那天在马路上，你看上漂亮的美女，你跟我打赌，说我在5分钟之内就能要她的电话号码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你到我面前，啊，话音我还没说，我还没等说话呢，你就跑过去就要了电话号码，还炫耀啊！你看我要了电话号码，我多有本事啊！啊，怎么样的？可能当时我跟你只是打了个赌，我没有说什么。我现在想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那为什么还要拽着他一块跟你回齐齐哈尔啊？其实小峰有的时候也还是有优点哦，很浪漫的，也很幽默的。那天我们摄像师还有编导给我们拍片的时候啊，怎么着来着？上午我穿高跟鞋特别累，他就在那个后海的胡同里，然后不顾外国友人面，然后就背着我一直走。哇！好，听了你们的倾诉，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减压面对面。珊珊，你是让他和你回去过后做什么？你有想过吗？这个就是让我家里面也可以给他安排工作的。我做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，从来不求别人，我也不想靠别人。我不是外人，我是不是外人？我跟你讲，你不知道，我给你妈妈打过电话，你妈妈根本就不喜欢我，而且说心里话，我要真去你家了，我这辈子指不定什么样的。我不是吃软饭的小白脸，我入赘是不可能的，让我嫁给你家。你想想，你要留在北京对吧？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好了。
多努力点呗，多刻苦点呗，多动动脑子呗。那你要是跟我回去的话，还用再遭这么多罪吗？咱们不想吃闲饭，咱们去你家我就一天跟大爷似的伺候呗。那咱们回去的话，你说家里面房子也有，车都有的，什么都有，你干嘛不回去啊？我想要自己挣来的，我心里踏实。我活得踏实，又不是外人，那是我爸我没钱了，假如我跟你家去要过去，我低三下四似的，一天跟个古代公公似的啊，那什么，那个给我点钱，我没钱花了，你感觉这样我心里好受吗？小峰跟着珊珊上齐齐哈尔，这是一个标志性行为，意味着珊珊对小峰不一样。小峰可能没有比较，珊珊在内心深处都会比较。我和你前女友没什么不一样啊。你给你前女友什么东西，我都看在眼里啊！我现在等于是跟她同等待遇。而且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，好像我是他的替代品。不能说是替代品，对吧？人和人的面孔、心灵都不一样，我怎么可能拿你来替代他呢？我替代他的情况下，我不嫌他恶心，我觉得你报复的不是他，是我。这小峰还有一点特别可气，你在马路上要美女电话号码，你跟你女朋友逞这能干嘛？现在在珊珊眼里，第一，你是有能力花心的，而且你现场展示了这种能力；第二，你女朋友在你这儿没有得到任何特殊待遇，基本上所有待遇跟前女友复制过来的，就是套餐嘛。所以现在珊珊要求你做出一次实质性的付出，让珊珊觉得你是他的唯一，他是你的唯一。这个实质性付出就是你跟我去齐齐哈尔吧。这种情感节目啊，主持人经常会碰到某些经典桥段，就是这个女生把男生说的好不堪，但又不愿意放手。这个时候主持人就会问：你把他说的这么不堪，你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？女人通常都会这样回答，因为她有的时候对我还是很温柔的，还是挺浪漫的。那就是浪漫呀。是，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说到女人一个最愚蠢的问题，往往是注重了小温情，却忘了大是非。你们喜欢的这种所谓口蜜腹剑的、会浪漫的这种男人，往往根本不是很爱，顶多就是喜欢。涂磊老师的意思很简单，他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打动一个女孩，再用这个手段打动你。他随时可以从马路上跟一个美女要到电话号码。换言之，用浪漫手段讨一个女人开心，对他而言属于技术操作，分分钟问，就好像一套很职业，就好像一套娴熟的体操一样。他做完了，他面前的那个女人，不管叫张三还是李四，都会感觉到他很浪漫。他有这样的技术能力，让你觉得他很浪漫。但是到了坎节上，该见真章了，大是非。对，你愿意为我放弃你在北京的现有的一切，跟我去齐齐哈尔吗？再说吧，您呐，他没有实质性付出，就是你现在所说的浪漫是形式化浪漫，它不是那种实质的爱和婚姻的前提。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浪漫，但是如果这个男人是发自内心为你来做浪漫的话，那可真的是爱你。你说有一点，那4道菜你给谁都做来吃过，可是你从来没做过我想吃的那道菜。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，他会去学着为你来做。但是你们两个所有在一起，你说了一个除了人变了以外，所有恋爱的过程没变，只是一个是前女友，一个是现女友而已。所以他并没有真心在为你付出。即使像雷老师说的，我想通过你到我们家来证明你是爱我的，但永远证明不了，因为他并没有真心付出过。你现在要求小峰跟你回去，是想要让他给你一个承诺，说他会永远在你身边。那么你给他的承诺是什么？是我会嫁给你，我会为你洗手做羹汤。你现在觉得他对你好的地方是他浪漫，他能逗笑你，但是如果是结婚的话，这个浪漫还是你生活的必需品吗？说一个词儿叫着相，着相的意思就是执迷于表象而偏离了本质。我们生活当中太需要看到事物的本质。其实你的闺蜜死在那个老男人身上，你从中看到了什么？如果你看到
那个老男人也是用所谓的温柔梦乡而欺骗了你的闺蜜，结果给不了她幸福，那么今天你就不会上她的当。你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你所看到的是找有夫之妇的老男人会死得这么惨，哎，我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总可以，或者说找一个在闺蜜面前吃了亏的、被欺骗了的男生，我应该是安全的。结果呢，你就找浪漫，对于生活只可以锦上添花，只有真情实意才能雪中送炭。过日子要的是你是我的唯一，我是你的一切，而所谓的花前月下、搂搂抱抱、卿卿我我、哄哄骗骗，才是需要所谓的浪漫。其实说难听一点，浪漫是美好，但几乎所有的浪漫都是欺骗。如果你走，我做的饭还有谁吃？这句话就本身的意义来说很朴实，一点都没有什么我爱你，我跟你海枯石烂，一点都没有那个好听，但却有那么的真情实意，这才叫真浪漫。好，接下来是时候登上大声台，大声说出来。让我牵住你的手，不再放开，让我陪你走下去，苦乐相伴，感谢你让我领悟，让我大声说出来。珊珊，我恳请你留下来，希望你留在北京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可以做给你，我都可以为你去学，为你去改变。你要留在北京的话，我也可以努力去打拼。我相信，将来的日子里，我可以给你最好的生活。我不能没有你。我家里人是希望我回老家结婚生子，不想让我再在北京了，再遭罪了。如果你真的心疼我、爱我的话，希望你跟我回去。请为小峰升旗，选择住。小峰，请选择。小峰显然是希望能够和姑娘一块儿回到齐齐哈尔。珊珊应该知道这个情况。现在是姑娘选择了放弃。这个剧情有点出乎我的想象。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。我们说男人是长情而多情，女人痴情而绝情。女人一旦意识到在应该的时候你要表的态，你没表，你迟1秒她都不会原谅。再见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位倾诉人，听听看他的压力又是什么。先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他压力倾诉。他现在真的是疯了，把家里仅有的2万块钱存款都拿出去了。现在我们家只有800块钱，连这个破房子都要600块钱。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在北京生活？25岁的燕子和周子宇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友。大学2年级的时候，两人通过学校的校园论坛相识、相知、相恋了。毕业后，两人约好双双留在北京打拼。2年来，燕子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，希望有一天能存够钱回老家结婚买房。而周子宇的计划则是快速的赚钱，完成原始积累，扎根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。我们现在毕业快2年了，连工作他都换了10多个，长的也就干了2、3个月，短的也就2、3天。
他现在一门心思的想着挣大钱发大财，想着有一天能发达。我就是不想让他再折腾下去了，我想让他跟我回老家，跟我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我们的倾诉人叫燕子，她提出的诉求是不要工作了，跟我一块儿回老家。看了短片之后，大家觉得她的压力大吗？如果压力大，那么请选择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，压力初印象。好，压力指数定格在了61%，还是有过半的观众认为燕子的压力蛮大的。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倾诉人燕子和小雨请上来，欢迎你们二位。当然得先听听一下燕子，你的压力是什么？我跟他没法在北京好好的生活，因为他总是换工作，不停的在换工作。我们每天都很努力的生活，我就想让他踏踏实实的按着一份工作去做，不要今天想干这，明天想干那个，这让我没有一点安全感。你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我现在做2份工作，一个是电销，然后一个是兼职导购。你月收入3000左右，2份工作3000多块钱。对，如果我要是一个人努力工作的话，他也好好努力工作，我们在北京还是可以生活的。他不是也一直在好好工作吗？但是他总换工作，他经常换工作。换了多少工作了？最少都换了15、16个了。哟。他长的就能干2、3个月，短的也就干2、3天。这些工作都涉及哪些门类啊？有餐饮业，然后有物业管理类的，还有他那客服代表，就干1个月就不干了。哦，如果干客服的时候，每天从早打到晚，嗓子回家话都不想说，脑子嗡嗡的。好，那你不愿意干客服可以啊，你那娱乐城服务员的工作不干的挺好的嘛。好歹我也是大学毕业生，我去给人端盘子去，让人指指点点。那你公司文员那工作不挺稳定的吗？天天朝9晚5的。干1个月又不干了，文员工作还听上去可以呀，到那儿就是一杂工，他让你什么都干。我是来干文员的，我又不是给你打杂的。你是大学里学什么专业的呢？是广告设计。那除了这个专业，咱们再去找一个适合这个专业的工作。大学的时候我是想在广告公司好好做策划，对呀，可能做好了还蛮不错的。嗯，去那个公司之后，我发现学历或者是你个人的资质就并不是那么重要。嗯。当时我投了多少简历，都石沉大海，根本就无人问津，都会一些关系户啊提先说一声打声招呼，然后他们就会进公司。这些都是他的借口，他经常觉得他运气不好，他总是怨天尤人的，觉得别人都比他好，别人没有付出那么多努力，得到都比他多，他经常觉得自己运气不好。你帮他把脉呀？我跟他说了，他根本都不听。他在干那个物业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聚会，然后有一个同学叫乐乐，然后他呢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，他就不怎么喜欢学习，他自己就去干那个楼盘去了。然后他看人家挣钱了，1月挣7、8万，他也就把自己的工作给辞了。什么工作7、8万呢？就卖楼、售楼、提成啊。对对对。他看别人挣钱了，他把自己工作那物业工作给辞了，就去跟人家干去了。结果1个月就卖了1套房子。他就觉得人家有背景有关系，就总觉得是人家没努力，其实是他自己不努力，他还意识不到这问题呢，还总觉得别人是靠关系过去的。好多人不都买彩票中奖了吗？他看到了之后，他也去买彩票中奖。最开始的他买刮刮乐，买10块钱的、5块钱的，后来买500、600的，最后什么都没中。你花多少钱了？最后花了将近1000块钱，就中了一个100块钱。他这样还不死心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又买大乐透，那个月他开了1800的工资，全没了，一点都没中啊？没有啊，要不然我怎么说？是谁说的准啊？这么说的话，我更来气了。下边还有炒股的事儿呢，买彩票没中奖，又上什么论坛里头去看人家那个发家史，就是有那个股票发家史，坐在家里对着电脑，天天就能挣着钱了。他也跟着学，结果怎么样？全赔了吧？这又投了多少钱进去？投了有4、5千吧。钱还扎在里头吗？
当时赔了有3000多，我就觉得这个运气真不好说，说不定哪天我就转运了哈。马上。所以把那2万块钱又拿给那个娱乐公司了，转运等着什么时候转运啊？就是骗子公司，怎么可能捧他呀？他凭什么让别人捧他呀？长得帅嘿，除了帅有什么才艺啊？你也不能这么否定你的男朋友。但是怎么样啊？钱投进去了，慢慢来嘛。他说开始培训我，慢慢来，然后最后要是再管你要钱呢？有承诺过给你演个什么角色或者带个台词什么的？他说刚开始的话是培训期，培训完之后，然后就会给我接一些角色呀，或者是一些电影什么的。对，他就经常跑到北影门口，那个就等着别人来发现他，经常去演个路人呐、群众演员啊，说多了才挣1000多块钱。你们俩好好商量一下，这个事业规划、生活规划有商量过吗？之前在学校的时候，他就承诺的特别好，因为在学校的时候，他还算是一个就是学校里的尖子生，然后他经常能拿到国家励志奖学金，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好。你就这样爱上他的？对，然后在大学毕业的当天晚上，然后我们不是要离开学校了吗？他就对我承诺说，只要给他5年时间，他在北京就好好工作，认真努力的，肯定能给我买一套房子。也不是说给我买房子，我并不是说希望我要这房子，就是他能给我一个稳定的家。但他现在换了好多工作，根本就跟他那诺言一点都沾不上边儿。现在这5年花去了多少年时间了？快2年了。可不是还早吗？还3年啊？但他总想着就是靠运气，不是说买彩票、股票、基金这些什么，只要跟运气有关的他都参与，就总想着投机取巧的去怎么样。那么多人怎么都没成呀？可不都为了你吗？但是我希望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生活。5年不够啊。但是你至少现在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生活呀。如果你现在都这样的话，那我凭什么再等你5年时间呀？让我看不到希望了呀。我也没不努力呀。现场男友小周口中挤出的努力2字，在咄咄逼人的女友面前显得毫无底气。的确，大学毕业2年了，昔日那个校园的男神，现如今又能干什么呢？5年的承诺，2年就让女友看到了尽头，这难道还不够泄气吗？换工作、买彩票、炒股，一路走来没少折腾，却成了他和女友心中永远的痛。往事历历在目，这一次2万元出手，事业真能如他所愿吗？接下来面对嘉宾的现场开考，他的表现能让人信服吗？周子宇，你能干什么？我觉得我干什么都行啊。那里一个主持人，这位是演员，这个嘉宾，你觉得3个你能干哪个？我觉得比较喜欢演员嘛。那让陈思思老师考你一下。其实也不能说考不考了，你就告诉我们，你这个2万块钱培训你学到了什么？简单的给我们展示一小段。那就唱2句呗。来，中间来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好的，谢谢。先让观众打个分吧。他今天学到这个程度值2万的，可以赞赏。对。反之请按反对。1、2、3，请按键。看到了吧？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吧？是不是？你这交这2万块钱，这么多人反对。不是刚起步吗？这才开始。不是他交2万的时候，他也没说包到什么程度。怎么可能？就好多公司都是这种骗子，就是让你交钱，交完钱就说给你培训，结果就给他随便找个老师，就教你2下就完事儿了。好，听了你们的倾诉，我们要跟4位嘉宾交流，进入我们今天的减压面对面。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，也不仅仅是针对于想做演员这个心理，就是说你给我交多少培训费，我来
保证你将来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，但是到时候钱也交了，身份证也收了，这个人就扣押在那里了。扣押在那里以后，你是学习还是工作，还是去被迫做一些你不愿意从事的，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事情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他利用的就是一个人急于求成的心理，觉得说今天我只要把这个钱给你了，马上我就能够成功了。但是记住，成功和金钱是不划等号的，成功和你的天赋和努力才是划等号的。哪有一份工作说我做了3天我就知道它是没有前景的？我就说汪涵老师，他当年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，他是从等观众走了以后扫地板、捡烟头开始的。如果是你捡了3天烟头就走了，你会是下一个汪涵吗？你能举出的任何一个例子，我都能告诉你，在你没看到的地方，他遭了多少罪。他急于想要得到钱，急于想要买房子，所以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呢？我就想在尽快的时间内稳定好自己的生活。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。就是我曾经答应过他要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家。你是为了他所以想要有钱买房子吗？就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吗？就只要我一跟他提回家，他就总是很不高兴的。但我觉得他回家也应该也挺好，因为他家里有亲戚朋友。所以你刚才的诉求说跟我一起回家的家是指他的家。对，如果我要是强求他跟我的回我家，他不同意，我还觉得情有可原。但为什么我跟他回他家，他还总是很不愿意？你也想回他的老家安家乐业是吧？对，因为我家是一个农村，不可能把他带到农村，他家里还有亲戚朋友，都可以帮他一把。回家。和男友一道回他自己的家，在女友燕子看来，眼下最好的路就是这条，而男友信誓旦旦出手2万元下注的那份事业，无疑是再次误入歧途。这样的结果，2年来他看得太多，他再也伤不起。可是面对女友的提议，为什么诸事不顺的小周却要一再拒绝呢？他撞上南墙不回头的背后，究竟藏着怎样的心思呢？可能是个人自尊心问题吧，我就觉得这样回去理之下怎么能够习惯在这个世界上甘于平凡呢？他不适应，他所有为别人服务的工作他都不愿意做。确实人家曾经很优秀，你一定逼着他一个优秀的校草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立刻就要恢复我甘于平凡，对他很难。你认为你现在做演艺事业就一定能成明星吗？你真的认为你坚持的这条路是理性的选择吗？有时候有些人只能用盲目的坚持，向自己证明我还没输，甚至他根本不期待赢，那个是一个很悲壮的过程。你也是在用盲目的坚持证明自己还没输。你来到现场之后，引经据典，声情并茂，在诸位老师和主持人的声援之下，反复证明你的男朋友是多么的荒谬，多么的不理智，他的目标是多么的不靠谱，他是多么的失败，他失败了多少次。那他为什么不能好好的从头一点一点的找一个工作，一心一意的去工作？为什么总是想这些就是空虚无缥缈的东西？你看你还在继续天天指责自己爱的人不对，你觉得你扮演这个角色不累吗？燕子，刚刚雷老师那么说你的时候，你心里什么感觉？你开心吗？不开心啊。你天天那么批评他，他什么感觉？但是他做错了呀。我真的不认为机会主义者一定十恶不赦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有机会主义者真的找到了机会，并且承担了社会责任，哪怕10个里头9个不行，有没有那1个行？所以你不能说他一定错。其实你不要说这是对错的问题，这是很不应该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他做的很不应该，你怎么选择做机会主义，还是踏踏实实好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就像雷老师所说的，10个也有1个成功的嘛。但问题是，
你现在一个月挣1000块钱，对吧？他每个月挣3000，你是在吃谁的？对，你在用谁的？这难道还没有对错吗？我每个月也有收入啊。你是少多少？人家3000，你1000，你少多少？按道理来说，不说男性应该承担更多的，至少应该均等。我并不是我不想，只是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比较艰难而已，以后慢慢肯定就会好起来。凭什么别人为你买单？你想交2万块钱学表演，学什么都可以，请不要赖在别人身上。我没有赖别人，你不是赖在别人身上吗？请问你们俩现在的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是谁在承担？其实我不是在乎他那2万块钱，我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好的心态。就2年怎么了？再来时隔2年又怎么了？你在付出的一切，他只是觉得很多事情都像他想的一样异想天开。我真的就觉得他这个态度真让我很没办法接受。他刚才所谓的辩解，不是我不想，他的辩解就是我在成长阶段，你就应该为我服务，你就应该多出点钱，因为我是你的爱人。其实我赚1000，在北京可以租个小一点的房子，我自己照样可以。你1000块钱养活得了你自己吗？请问你用了他的钱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连承认用了爱人的钱这个勇气都没有，你还谈什么实现梦想？我感觉我没错。我没有说你错不错，我说你有没有用他的钱？用了。女生其实是愿意付出的，但是你别让我付出了以后看不到未来。你既然接受了他这个付出，而且你给他的承诺是我会成功，我会卖出去，但你没有卖出去，你是想直接跳出去飞出去，但你没有翅膀，你只能坠落。我特别心疼你，燕子，有多少女人在自己爱的人成就的路上？哎，你现在有人追吗？有。追你追到什么地步嘞？他不会很直接，他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关心你、安慰你，然后他又很努力，就像他曾经在大学里头那样努力，就让我觉得很踏实。如果他选择那个男人，你恨他吗？如果他选择的话，我不会恨他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是自由的嘛，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。他好释然呢，心理老师解释一下。不是，是这样啊，他关键是说，如果他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，你并不恨他，而且谈得非常的云淡风轻。所以其实姑娘，你考虑考虑我刚才的建议，你为他燃烧成灰烬，也得他把你当回事儿才行。这个姑娘是在有一个踏踏实实的追求者的情况下，甘愿为你燃烧，甘愿为你着急。我就觉得我个人就不会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。你所想的不是赶紧把这个女人争夺回来，你所想的是我怎么在现场保持我一个男神形象，别跌了份儿。对。如果今天这个女生选择了离开，你也不伤心是吗？你真是到了一个境界，那就是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顺其自然。你爱她不？我一直挺喜欢他，喜欢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一目了然，一定。小伙子，听多少，听得明白多少，汲取多少，都是你的事儿。人生是自己的，路得自己去走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，大声说出来。让我牵住你的手，不再放开，让我陪你走下去，苦乐相伴，感谢你让我领悟，让我大声说出来。其实我给过你很多机会了，但是你每次都让我失望。
我现在觉得我们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你有你自己的梦想，我也有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不知道接下去我们还会怎么做。我想说的是，祝你以后能找到你自己想要的舞台。我尊重他的决定，如果他这样选择的话。同时为你升起选择柱。请选择。我选择让他自由。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